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即将上演，俄军根本就输不起，要赢得漂亮，恐怕也有一定的难度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在俄军结束第一阶段作战任务之后呢，现在又基本上完成了马里乌波尔的作战，接下来就是被外界所关注的顿巴斯地区的大决战了。而在斯拉维扬斯克的对决将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。按照俄罗斯网站的说法，至少会有20万军事人员参与顿巴斯会战，其中呢，乌军的规模可能在9万人左右。这场战斗将有可能决定乌克兰和战后欧洲的命运。泽连斯基的顾问声称，乌克兰准备好大战一场，而且一定要取得胜利，包括在顿巴斯战役中必须击退俄军，乌克兰呢才会拥有更强的谈判立场。奥地利领导人与普京见面后透露，尽管受到制裁，普京仍打算解决顿巴斯问题。近日，一支长达13公里的俄军装甲车队正穿过乌克兰东部的大布尔卢克地区。这支俄军车队由数百辆装甲车和卡车组成，载着大炮和其他的武器装备。布尔卢克位于哈尔科夫以东约100公里，这里将是俄军进攻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重要据点。第二阶段作战，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伊久姆至斯拉维扬斯克一线，乌军将在该区域处于守势。俄军如果拿下斯拉维扬斯克，就可以切断乌克兰东部的联系，为他们最终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扫清障碍。俄军现在急需要一场大胜。那么反过来，如果打不下斯拉维扬斯克，俄军在顿巴斯的正面进攻就不大可能突破乌克兰的防御，夺取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的目标就可能会化为泡影。这样的结果就是俄军无法实现普京的最低战略目标，也就是恢复顿巴斯地区2个共和国的行政管理范围。那么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如何的呢？据说乌军现在在该地区不但没有完全处于守势，反而呢在伊久姆方向呢开始反攻。据说他们已经3面包围了一支俄军。那么最终这场战事如何结局，目前还很难判断。这场大战最关键的就是俄军能否保证其后勤运输线畅通，而不会被乌军的袭击所中断。那么这种状况一旦出现，将会导致其前线部队无力攻击。乌军在伊久姆失守后，还控制了第聂伯罗、波尔塔瓦、哈尔科夫，而俄军的后勤补给呢，只能通过奥斯科尔河西侧的极其狭窄的区域来完成。这意味着乌军在接受西方情报支持后，有可能会采取小分队袭击的方法，不断的骚扰俄军的运输车队。斯拉夫扬斯克之战还是城市攻防战，现在呢，到处都是战壕和掩体，还有大量的地下设施。该城市能否打得顺利，可能不仅仅取决于俄军地面部队的推进能力，因为俄军地面装甲力量相对于乌军大量的反坦克火力而言，优势并不明显。进攻方要攻击战斗意志较强的守军，就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打，坦克和装甲车的损失会非常大。这一战如果俄军能够充分发挥其空天军的优势，展开大规模的轰炸，那么将会极大的避免其伤亡。相反，如果俄罗斯空天军无法获得斯拉维扬斯克的绝对制空权，甚至呢还缺少精确制导弹药，那么后果可就不太好说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优劣势都相对比较明显。乌军的优势是兵员数量稍微多一点，另外呢，他们能够得到外国的武力支持，特别是装备支持，而且他们储备的物资相对来讲要多一些，打消耗战对乌军有利。而俄军的后勤保障是他能否获胜的相当重要的关键。再加上俄军在前线部署的兵力并不见得比乌军多，因此要想在这个战场上打一个
歼灭战必须搞好空地协调，俄军的地面部队才有可能在战场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